这是一起堪称完美的高智商犯罪。神秘组织为了夺取犯罪资料，杀完人后劫持地铁，最后古田通过一个小细节锁定了凶手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田任三郎第3季第10集集团杀人劫车事件。深夜，一名男子正在疯狂逃窜，他跑到车站，赶上了最后一班地铁。本以为上了地铁就安全了，可这时一名壮汉走了过来，一把抓住了他。列车到站，男人趁着开门之际跑了出去，然而包却落在了地铁的行李架上。随后，男人来到一个公园，刚坐下，这时又来了一位西装男。只见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手枪，一枪就杀死了这个正在逃跑的男子。然而，这名男子到底犯了什么罪呢？被这么多人追杀。随后没过多久，路人发现尸体，报了警。金泉负责此案，来到现场。他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随机杀人事件。杀人的西装男名叫山本，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。这个团伙一共有6人，昨晚死掉的那个便是其中之一。他背叛了组织，所以被灭了口。现在叛徒已经死去，但是临走前他带走了一个包，包里面有组织成员的犯罪资料。如果资料落到了警方的手里，那么他们全部都得完蛋。隔天，其中一名组织成员浅香就来到了地铁的失物招领处，假装失主想要拿回那个包。然而，想要拿走包就必须说出里面的东西，并且还要留下姓名资料和联系方式。没办法，浅香只好回到组织再做打算。在岛国，丢失的东西只会存放在失物招领处1个星期，之后就会送到警视厅里的失物存放中心去。包里有他们的犯罪资料，并且还有组织的特殊标志。如果这些被警方发现，那么他们将全军覆没。为了将包拿回来，组织的老大日下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他们打算在今晚将那个包拿回来。随后画面一转，警方的调查取得了最新进展。根据目击者的描述，嫌疑人山本已经被锁定。另一边，古田来到地铁站的总部，因为一件小事正在投诉，工作人员实在是说不过他，于是打算送他一个小礼物，把他打发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浅香装作公安部的人来到了这里，他声称收到线人的通知，有人劫持了最后一班地铁。与此同时，日下和成员们开车来到了一家寺庙，将里面的人打晕后，把这里布置成了他们的临时指挥基地。随后，组织成员黑掉了地铁的主机，屏蔽了里面的信号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？一场精心策划的地铁劫持案即将上演。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地铁劫持杀人事件。犯罪组织黑掉地铁总部的主机系统后，通过篡改程序让地铁发出警报，接着他们还屏蔽了地铁的信号。随后，总部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不对劲，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列车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无线电也遭到了入侵劫持。日下接起电话后表示，他们已经劫持了最后一班地铁，从现在起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。首先，解除掉地铁的紧急刹车系统，然后准备好1000万的零钱作为赎金，分别装进4个袋子等候通知。电话刚说完，古田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劫匪大费周章地劫持了一辆列车，然而却只要1000万的赎金，并且他们还要求换成硬币，分别送到4个交易地点。众所周知，交易地点越少越好，劫匪却找了4个，这样奇葩的抢劫案还是第一次见。说完，西原向工作人员亮出了刑警的身份，这可把浅香吓惨了。随后，浅香偷偷来到外边给老大打了一个电话，表示要请求支援。老大表示别慌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挂断电话后，浅香回到了房间。此时，日下刚好打电话过来通知交易地点。古田表示赎金已经准备好，但是现在想要确认一下地铁的驾驶员是否安全。还没等古田说完，日下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古田仔细听了一下刚才的通话录音，发现录音里掺杂着一些奇怪的咔嚓声，这声音引起了古田的注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日下带着2名组织成员伪装成公安部的人也来到了这里。工作人员找来了所有手提包，只有3个，按劫匪的要求还差1个。这时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从失物招领处拿了一个包包过来，表示这个包还没有人来认领，现在情况紧急，便拿来先用一下。然而就在清理包的时候，古田突然发现包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标志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奈何此刻时间紧迫，他也就没有多问什么。随后准备好了赎金，站长询问劫匪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劫匪表示找4个人，开4辆车，分别把钱送到这4个交易地点。正说着，古田突然发现了不对劲，劫匪的声音发生了变化，好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正常情况下，这样的谈判应该是由同一个人负责的，而他们中途却换了另外一个人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思索结束，古田让西原去地铁站台查看一下。然而这一幕却刚好被山本看到，他立马跟了出去。浅香怕他再次把事情闹大，于是也跟着来到了外面。转眼间，西原来到了站台，环顾四周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金泉突然从旁边跑了出来，西原感到非常的奇怪，于是连忙询问，这最后一班地铁不是已经被人劫持了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说完，金泉愣了1秒，然后说道，自己就是坐着最后一班地铁过来的，一路上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问题，你说地铁被劫是什么意思？顿时西原想明白了一切，
他意识到了这起劫车案其实就是一个骗局。西原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后，立马跑回地铁总部的控制室，想要将这一切告诉古田。不料刚跑到一半就遇到了浅香，就这样，西原被劫匪绑了起来。此时，金泉也跟着来到了这里。路过卫生间时，他碰到了嫌疑人山本。金泉觉得有些眼熟，便拿出画像一看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随后，金泉悄悄地跟了过去，刚好听到西原被绑的事情，于是赶忙来到仓库，找到了被绑的西原。与此同时，站长和劫匪通完电话后，日下主动说道：“和劫匪交易这么危险的事，还是由我们公安部的人来负责吧。我们刚好4个人，一个人负责一个地方。”日下边说边按着手中的自动圆珠笔。古田在一旁仔细听着这支笔发出的声音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顿时，他想明白了一切。这声音不就是通话录音里那个奇怪的咔嚓声吗？接着他又联想到了刚才劫匪突然换人，于是古田就此推断，无线电里声称劫持地铁的那个人就是日下，而且他们并没有劫持地铁，否则的话不可能冒着巨大的风险来这里。随后画面转过，日下和他的成员们拎着包出门交易，古田也跟着上了车，并且他还把站长也叫了上来。日下找不到理由拒绝2人，于是只能让他们先上来再另想办法。此时，另外3人带着包已经回到了寺庙，眼见老大迟迟未归，山本便开着车来到了交易地点寻找。路上，他发现车里有警察后，便开枪打爆了汽车的轮胎，想给老大争取逃跑的机会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老大居然直接走过来说道：“别惹事，你先走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就行。”与此同时，金泉还在为西原解绳子，本来2分钟就能搞定的事，金泉硬是花了1个多小时才解开。解开绳子之后，2人立马来到控制室，将这场骗局的真相说了出来。随后，西原还给古田打了一个电话，古田接起后，发现这一切果然和他预想的一样。转眼间，站长换好了轮胎，3人来到交易地点。站长在一旁紧张的不行，他马上就要退休，如果这件事出了什么重大问题，那么他的后半生将会非常的难过。一想到这里，站长的内心就变得更加焦虑。没多久，他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晕倒了过去。日下赶忙过来查看，并让古田帮忙抬上车把他送去医院。可这时，古田却故意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走了的话，那么赎金和劫匪该怎么办呢？”说完，日下大声怒吼道：“现在这种情况你就别再装了，赶紧先送他去医院再说。”随后，站长被送到了医院里，古田也开始摊牌。他拿出一个小笔记本说道：“想必这就是你们想要找的东西。”原来刚才换轮胎的时候，古田接到西原的电话，就意识到了那个行李包有问题，于是他悄悄打开了包，发现了这个笔记本。正说着，突然金泉和西原也来到了医院，3人正准备抓捕日下时，忽然间日下挟持了一个护士，逃离了这里。回到寺庙后，他让成员们赶紧跑路，自己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那就是他要将这些钱给还回去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古田早就在交易地点设套等待着他。深夜，日下拖着行李包来到了交易地点，刚放下赎金，突然一束灯光亮起，古田缓缓走出。原来古田早就断定日下会将这些赎金给送回来，那么古田为什么能猜到日下会送到这里来呢？对此，古田表示，送去地铁总部太危险，放在路边呢又不安全，他唯一能想到的地点就是这里。说完，众多警察也赶了过来。就这样，日下被警方给逮捕了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。本期的犯人扮演者是江口洋介，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老牌的日剧男神了。当年他一头飘逸的长发引起了亚洲众多男星的模仿热潮，并且他还参演过很多经典的日剧。你知道哪一部戏里的他最出名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